蔡秀慧，孙子辈都叫她鱼胶婆婆。从5岁开始，跟随母亲手工洗晒闽鱼胶。光阴荏苒，经她手洗晾晒的赤嘴闽鱼胶超过100万个。我们每家每户都有存鱼胶，等到生孩子啊，那胶能止血、补血。鱼胶，鱼鳔的干制品。鱼胶富含胶原蛋白，素有海洋人参之美誉。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注重食补养生，在他们眼中，鱼胶是高档嫁妆。潮汕地区也是全中国吃鱼胶最盛行的地方之一。喂，好，有空啊，好。来自凌晨时分的呼唤，意味着慧姐和丈夫要出门了。哎呀，那个冲只大去讨海，就是为了钱啦。哎，这来啊，这会不大？这贪污就多。两去了。大两去啊！哇！经过袂得这。哎我。啊，8日呢，8日去来厝，咱3分钟都没来。三。那下转收这做好再拍电话给我。在南澳岛的捕鱼圈里，只要捕获闽鱼，渔民兄弟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慧姐。收鱼人没有昼夜之分，鱼从码头拉回来，顾不上困意的慧姐开始了赤嘴闽的处理。赤嘴闽是石手鱼的一种，下巴橙黄色，生长在北太平洋西部和汕头南澳岛海域。其公认的最大价值是鱼鳔，而南澳人善于取鳔制胶。抓到这种鱼也是特别高兴啊！这种鱼就是我们这里称为海底黄金啊。岛上光线充足，海风吹得恰到好处。鱼胶的晾晒由一开始的柔软嫩白，到逐渐产生结晶，变得透明干燥。前后工序3天可成。鱼胶分类复杂，如果按照产地、公母之分，大概有200多种。潮汕本地人说，一入胶圈深似海。面对琳琅满目的鱼胶，挑选的眼光要尤为毒辣，优品才能让人称心满意。距离粤菜配粤酒的品鉴会还有3天，辉哥带着慧姐洗晒的赤嘴闽鱼胶来到广玉轩。鱼胶可焖、可炒、可焗、可炖，无论怎么做，泡发都是其中的关键。上锅干蒸10分钟，糊化后的鱼胶锁住了营养，放进冰水浸泡，每天换1次水。2到3天后，鱼胶软糯弹滑的质感和甘香醇厚的味道才被唤醒。唤醒只是完成了闽鱼花椒宫烧鹅制作的第1步，而闽鱼花椒宫烧鹅是广玉轩總廚彪哥的傑作。一定要供啊，因為花膠供佢入咗落個籠度，唔會卸身啊嘛，爽佢唔會立口。抹腌料，煨爆汁，封口吹气，上皮水，风干，一系列传统烧鹅腌制步骤完成后，等待晚宴的开始。8月盛夏，酷暑难挡，当阳光的直射令皮肤着火似的升腾，潮汕地区的主妇们也就开启了为全家人煲汤清热的模式。平日里看似毫无用处的猪皮，因味甘性凉，在这包妈子靓汤里变身主角，成为家人们餐桌上解暑的良方。黑豆浸泡之后，与汆烫过的猪皮一起煮开，焖煮10分钟之后，加入金银花干和白砂糖。水一开，乌豆金银花猪皮甜汤就煮好了。做好的甜汤乌棕透亮，
淡淡的忍冬香气飘出，味饮已是清神醒脑。哇，这就好物件，真好闷呢，夏天时也食最好。是啊，所以当时我阿爸我阿妈就唔负责让我食。这个是老植物谷子里的记忆啊。有人到访，围案而饮，其乐不输于茶。经过老一辈的验证，猪皮确实可以为餐桌添彩。虽然猪毛处理的不干净，会有不良的口感，但这阻挡不了勤劳会吃的潮汕人。猪皮多不多人买？多人买，我去吃，拿去卤啊，一顿有了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普通人家里能吃到猪皮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你们好开噃！哇，青咩啊？郑伟光就对猪皮情有独钟。2年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私房菜馆，他和大厨肖秋明都对出品要求严苛，于是经常结伴寻找食材。老板啊，一年配正起个话嚟9年。配你说我要吃，上好吃就要配。咁啊，就係9舊係9舊。哇，这个有个普配咧。剝出嚟先做乜要炸嘅？呢個材料嗰時抓法嘅。哦，我可以。去油之后的猪皮晒干水分，用热沙覆盖，在持续的热力加持下，其中的蛋白质发胀成多孔网状，金黄透亮，也就是肖秋明口中的腐皮。肖秋明18岁时师从潮菜名厨林传玉，20多年来专注于改良传统菜，爱在平凡中追求极致，但不刻意追求名贵品种，反而对普通食材情有独钟。其中，本地时令菜是他的实验首选。各种口味的创新，只为接受爱挑剔的当地人的检阅。开心。人们对猪皮的利用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，那时被制成药物，称为猪肤。猪皮营养丰富，其中的胶原蛋白在烹煮的过程中会转化成明胶，明胶可以锁住大量水分，减少流失。今天他又想来些特别之选，已在师兄弟们的聚会上惊艳亮相。锅内水烧开，葱姜先入，既可以去除猪皮表面的污垢，也能去除血腥味儿。新鲜猪皮煮2分钟之后捞起，用镊子把残留的毛发连同发囊一起拔除。这是个精细的手工活，肖秋明不敢马虎。拔毛这一个步骤呢是必不可少的，把它的毛囊都从猪皮里面拔出来。如果用火烧的话，上面的毛是烧没了，但是它的毛囊会留在猪皮里面。在肖秋明的手里，猪皮开始大变身。汕头卤味是粤菜一绝，新鲜猪皮卤熟，切小块摆盘，搭配上潮汕人爱吃的本地酸菜，秒变小菜中的贵族。卤猪皮软糯弹牙，酸菜炒后咸酸爽脆，两者搭配正是下饭送粥的利器。鲜虾去壳，虾肉按压成泥，与马蹄碎芹菜粒儿混合摔打起胶，成百花馅儿备用。腐皮略煮摊凉，酿入虾胶，嵌入火腿丝，
煎至焦黄起锅，淋以爆汁为辅。百花酿麸皮，麸皮松软，馅儿料里虾肉鲜甜，马蹄爽脆，独特细腻的复合口感，浓郁绵延，滋味让人惊奇。猪皮切小块，加水蒸熟。凉透之后，猪皮汤呈啫喱状，弹性十足。此时的皮冻不需要更多的调味儿，塞一块入口，顷刻之间化为汤汁，没了踪迹。同窗聚会，聚的是情，会的是义。尽管今天的菜品和大家过的日子一样，有高有低，有粗有细，但喜快忆青春，同学情谊始最真。炎热的夏季，吃上一口西瓜，甜滋滋、凉丝丝的果汁流泻于齿缝，或者来一杯鲜榨冰镇的西瓜汁，吞下甘甜汁水的同时，身上的每一处都异口同声喊着一个字：爽。7月刚到，就有大批的西瓜来到广州，成为人们夏天对抗暑热攻击的利器。要慢点下，轻拿轻放啊！这个是从宁夏香山那边过来的啊，口感特别甜又脆口。宁夏中宁县处于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。黄土高原沟壑纵横，像极了耄耋老人脸上的皱纹。就在沟壑的顶上，馒头似的山坡地上种满了闻名世界的西沙瓜。每年7月不到，西沙瓜成熟季来临，瓜农们又开始忙碌起来。袁海文是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社长，卖瓜的第一步往往由他来完成。选瓜是要选瓜型好一点的，熟度够的，保证它的商品率。这个瓜的瓜型是比较难看的，屁股小，头大，它属于那种奇形瓜。中宁西沙瓜素有石头缝里的西瓜，天地孕育的精华美誉。得益于这里充足的光照和昼夜大温差的自然条件，以及特殊的压沙种植方法等，我们的沙地它是叶潮地，在干旱的土壤上面铺上15公分的沙石，就是让它保湿保墒，让西沙瓜有足够的水分吸收。正是这种特殊的种植方法，造就了西沙瓜个头大、开放的纹路，以及甘甜如蜜、清脆胜梨的口感。哎呦，这瓤子可以，弄到嘴里，我们吃的时候用舌头一压，感觉是入口即化，这种适口性的相当好，很甜。早上的西瓜很甜，你也尝尝西瓜。哦，我再吃点啊，想加点吃。同样是种西瓜，在广东却是另一番景象。6月初，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在空气中，催熟着世间万物。广东开平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州实验站种植的精品西瓜，已经成熟了第2轮。现在呢，我们要邀请在场的嘉宾踊跃报名。为了增加其知名度，实验站专门举办了这次别具风格的吃瓜大赛及摘瓜游园活动。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西瓜，
也是消费西瓜最多的国家。为了在广东打造及推广适合南方天气的种植模式，于是吴建雄带着一批研究人员扎根于此。珠三角经常有暴雨，雨水多对西瓜的影响很大。一是呢不甜，第二呢容易造成裂瓜，第三呢病虫害也多，所以要适时栽培。吴建雄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，从事热带农作物的育种、推广及示范工作已有30多年。为了保证精品西瓜的品质，吴建雄对每株西瓜都采取精准管理、立体吊腕栽培的方式来种植。每亩大约种植2000到2300株，每一株只结一个果。这个瓜不错，今天可以摘了。这样的方法种出来的西瓜小巧玲珑，具有淡淡的蜜香。西瓜瓤美味，众所周知。西瓜皮因为硬不适口且淡而无味，通常是被丢弃掉的。但是善于烹饪的老广们，却正是利用瓜皮的无味之味，来将它与各类食材混搭，从而形成全新的口味。西瓜皮切成寸许长条，入开水焯熟，鱿鱼片切花刀，汆烫至变形，热油煎香，料头入锅爆香，倒进鱿鱼及西瓜皮，翻炒至熟，起锅。西瓜皮炒鱿鱼片，青白二色搭配得恰到好处，瓜皮脆口，鱿鱼软糯，水陆两种常见之物合力营造出新风味儿。色泽鲜亮、酸爽甜脆的五柳腌菜，历来是老广做菜的好材料。五柳菜与酸梅酱等翻炒备用。将西瓜刨去外皮，去掉内瓤，切成小块，用淀粉拌匀，放油锅炸熟，捞起装盘，淋上浇头。酸甜五柳西瓜皮，酸甜开胃，瓜皮外酥里嫩，又不失小脆，是老广餐桌上一道简单精致的开胃菜。来，哎，好好味道。7月，暑假开始，江门五洞村迎来暑期客流高峰。广东人爱吃牛肉火锅，东潮汕、西江门两种风格不一，但同样热闹喧腾。每天都爆满的，平均每天都有3万人过来我们这里吃饭。现在五洞呢有26家牛餐馆，基本一天都是20多条牛。大块牛肉最是大快朵颐，热气腾腾的火锅吃得酣畅之余，恐怕不禁有人要问：肉在锅里，牛角去了哪里呢？在四会，有人把牛角去皮之后，用浓郁的酱汁焖煮30分钟。牛角上的筋腱因为吸饱了汤汁的缘故，比原来大了1倍，而且变得透明。食之则软糯有弹性，虽然不能满口大肉的咀嚼，却有不忍丢弃，要啃咬干净的心思。在恩平，当地人对牛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牛角上的皮与筋煮熟之后一起切片，当地称之为牛角皮。恩平人吃牛角皮，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。买牛腳皮係嘛？它的牛角皮怎么样？味道？
好吃啊，特意過嚟買的。宵夜呢啲啊嘛，送啤酒一流嘅，兩公婆啤嚟噶嘛，脆脆地啊，韌韌地咁咯，熱水嘅香嘅。賣咗27年啦，男女老少呢都愛食牛角皮。每晚的夜市，牛角皮是当地人打发时光、磨牙甜度的首选。